這個事情是有一個問題啊。這個小紅書跟他講啊，我們不僅是富貴，而且呢，我們是長生的，就是沒有時差的啊。所以這個中間呢是一個問題啊。大概各位也需要考慮。我們人生有限，就那麼幾十年，是吧？好歹就那麼幾十年，所以因為有限，所以我們很珍惜。哎呀，過一天就少一天啊，所以反而显得很充實，過得很圓滿。但現在沒有時差了啊，他們這個很妙的啊，比如說他這個是個王妃，那個王在做什麼的呢？哈哈，這個王啊，在幫關公做事情。開玩笑，關公是關羽講，那是三國時代的人啊，2000年以前的人啊，他做什麼事呢？那更妙了，他是跟着關公去打蚩尤。蚩尤是我們有歷史以前差不多，跟黄帝的時間差不多的，是吧？跟那個姚二顺呢，都還要早。這個真是開玩笑了啊！這個是，所以啊，在他們這個世界裡頭啊，他們這先人沒有使他啊。這個各位聽眾，我們就要研究個問題了。我們人生的事情啊，有得就有失。是吧？所以它得失啊，本來就是事件的一體之兩面，啊，如此是吧？好，我們因為人生短促，所以特別珍惜時光啊，所以就要努力充實在這個短暫的時光中啊，做出一些成績來，是吧？利人利己。現在好了，沒有時差了，還開玩笑啊，幾千年。通通可以濃縮了，這有個問題，這是作者蒲松齡想都沒想到的啊！這是一個落差。你願意讓時間沒完沒了嗎？不行的，就因為有時差，所以我們特別很敏感，所以還特別認真的、非常仔細、認真的來處理我們的人生。一沒有時差，並不是好事啊，那反而是讓我們無所適從了，是吧？不曉得怎麼辦呢？這是蒲松齡所沒有想到的。所以蒲松齡的寫作啊，寫這個妖狐仙鬼，給我們很多的啟示，就是主要是說，以妖狐仙鬼的具備人性，反諷我們人類不如妖狐仙鬼，是讓我們向上的。同時，人類在短暫的壽命中，要做着對己對人都無愧於心，這才是他的宗旨。所以你把這個時差一拿掉這是反而是個不行的反而是個錯誤。那麼因此我們在介紹《聊齋》，當然要把它的宗旨講清楚。他偶然的收穫也要向各位做個報告。這是西湖主謝謝各位。